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回家过年，表哥给我们展示他的手机屏保。我女朋友市长千金，等什么时候有空了，带她见见你们。转头，他把劳斯莱斯的车钥匙往桌上一拍：“表弟啊，你看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要给别人打工？好巧啊！”他的劳斯莱斯和女朋友都是我的。我私聊钟涵诺：“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又找了个男朋友？”钟涵诺连发几个问号：“等着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冒充我男朋友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年初二，我们全家去表哥家走亲戚，几杯酒下肚，他就上了脸。这是依云矿泉水，200多元一瓶呢，你们随便喝。我上次买多了，喝不完。表哥把几瓶矿泉水推到我们面前，大放一摆手。旁边的亲戚啧啧称奇，把水拿到手里看了又看。200，什么水这么贵？金子做的吗？大伯撇撇嘴，不屑道：“这水可不一般，能治高血糖，国外进口的呢。要不是我儿子，你们可喝不上这好东西。”前年大伯还托我给表哥找工作，今年他就赚大钱了。我记得当时周助理跟我说，给他安排了个保安的活，他当保安能赚多少？居然买这么贵的矿泉水！我默不作声，拿过一瓶矿泉水看了看，是正品，这个牌子我家里刚好也买了。我嫌口感差，没喝2瓶丢车库了。或许是他就喜欢这个牌子吧，别人的消费习惯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有人连忙拍马屁，摆出一副笑脸：“天雄出息了啊，在外面赚了不少钱了吧？这吃的用的可不一般，我们这一辈就属天雄最争气。”表哥瞥了我一眼，故作轻松道：“还行吧，也就是赚了几个亿。”说着，他拿出手机在众人面前晃了晃。我女朋友可惜今年有事不能跟我回家，等有空了带她见见你们。照片上的少女青春靓丽，衣着不凡，众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愣了下，这不是我的女朋友钟涵诺吗？有个亲戚忽然嘶了声：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这是市长的千金吧？冯天雄，你该不会是吹牛吧？”冯天雄急了，打开手机，你看他情人节发的微博，我就是她男朋友。大家连忙去看，我扫了眼，也无语了。去年情人节，钟涵诺收到我的礼物，高兴得不行，专门发了条微博秀恩爱，配文：“谢谢我的冯先生，我和表哥都姓冯。”没想到这倒是给了他鱼目混珠的机会。我抬手拍了张照片发去给钟涵诺，打字逗他：“你还背着我在外面有别的男朋友？”没过2分钟，钟涵诺发来消息：“什么啊？我就和爸妈吃了个饭，怎么就多了个男朋友？等着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冒充我男朋友。”冯天雄还在滔滔不绝，在众人面前摆阔：“等会儿带你们去我新买的庄园，我让人订好了位子，今晚年夜饭在那边吃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刻意提高了声音：“表弟啊，你一年到头在外当牛做马，好不容易过年回家，可要抓紧机会好好放松一下啊！小时候看着齐贤成绩比天雄更好，没想到长大了倒是天雄更有出息。是啊，读书再多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给人家打工？”这群人话里话外都在贬低我，我懒得回应。生意场上见多了这种捧高踩低的人，只是看表哥这意思，只怕还是记恨着当年我没帮他找工作。那时候我在北京和同学创业，大伯打来电话让我给表哥找个好工作，可表哥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，在技校时也没静下心学技术。
我能给他找什么工作？当时我倒是想给他安排进公司，可我清楚表哥这人的本性，要是他知道跟我的关系，只怕会狐假虎威，到处要特权。可毕竟是一家人，我不能不帮，所以当时我明面上拒绝了大伯，转头又让周助理安排他入职，尤其跟周助理提了，别说出我的存在。我想着他找到工作了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没想到他居然还记着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当着亲戚面也不好戳穿他，索性算了。没想到见我没什么反应，冯天雄变本加厉：“表弟啊，之前听说你创业去了，怎么后面没后续了？该不会是把家里钱都赔进去了？不好意思说吧。我听说二叔最近想卖房子，该不会是因为要去填你的窟窿吧？你跟哥说，哥心情好了，借你点钱也不是不行。”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往旁边坐了坐。这些年，我早已经打拼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，手下几个公司都已经上市。作为身价100亿的总裁，自然懂得财不外露的道理。更何况和他们说了，只怕也当我是在吹牛。我爸妈卖房，是因为准备搬去和我一起住，顺便处理这里的房产。今年冬天，我就已经在三亚给他们买了一栋海景房，就等着过完年去那边度假。当然这些话说出来，冯天雄也不信。我抬手给冯天雄倒了杯酒，淡淡道：“谢谢表哥关心了，不过我不缺钱。”被我拒绝，冯天雄脸上闪过一丝不屑，觉得我是在装模作样。他掏出怀里的车钥匙，一把拍在桌上：“走了，去我新买的碧玺庄园吃年夜饭，带你们见见世面。”车钥匙有点眼熟，我扫了眼，没放在心上。众人簇拥着冯天雄出了门，一边拍马屁，一边把我挤到了最角落。刚走到楼下，看到那辆停着的橙色劳斯莱斯，我愣了下。亲戚们已经吹捧起来了：“天雄真是年少有为啊，冯叔你好福气，生了这么个争气的儿子。”大伯一脸自得之色，挺起腰瞥了我一眼：“书读得再多有什么用？赚到钱才是真本事。”我没说话，盯着车牌皱起了眉。这辆劳斯莱斯不是我车库里那辆吗？我嫌颜色太花哨，开了几次就懒得开了，一直丢在车库落灰。怎么成了冯天雄的车了？我刚想提问，亲戚们已经上了车，我只好住嘴，给周助理发去消息。过年期间，我给周助理放了7天长假，他一时半会没回我只好先和家人上了车。车门关上，我扫了眼车内的小挂件，这确实是我的车。齐贤啊，二叔不是说要卖房子吗？正好，我最近想投资房地产行业，你看看要不要把房子卖我？我看到这车就已经知道他口中的投资房地产是在吹牛。当下皮笑肉不笑回他：“表哥打算多少买？反正卖房的钱对我家来说只是9牛1毛，看在亲戚的面子上，我打个8折卖他也不是不行。”没成想，我在这边心里盘算着要给他打折扣，冯天雄却是狮子大开口：“30万吧，怎么样？我听中介说二叔急着卖，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我吃点亏高价收了。”我愣了下，差点被气笑。我家房子在市中心，还是学区房，按现在市价，怎么也得300万往上。他居然敢开30万，我想给他打8折，他反过来想1折拿下，这价格也太低了吧！我似笑非笑，拿出手机当面给他搜市场价。小区的房间就没有低于200万的，都是一家人。你这给出的价格未免太黑了些。冯天雄脸色一沉，反手把烟头往车内一丢。现在房市不景气，
我愿意花钱买你家房子，那是看在俩家的关系份上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看着烟头，把真皮座椅烫出一个洞来，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见我不接茬，冯天雄又对着我爸妈开火：二叔，我是看你们家日子过得不行，都到了要卖房的地步了，这才愿意来搭把手。你看看冯其贤，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我爸妈当了一辈子老好人，也不愿在过年这个关头跟亲戚闹僵。闻言尴尬道：天雄啊，我们家确实不缺这个钱，卖房的事再说吧。大伯不满意了，反驳我妈：你们是不是觉得吃亏了？我听儿子说，现在互联网行业不景气，冯其贤是失业了吧？你们把房子卖给我们，我到时候让天雄给他安排个工作，算是对你们的补偿。这总行了吧？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鄙视。我妈这好脾气也忍不住了，冷着声音道：谢谢大哥关心，我们家其贤好着呢，公司也顺利得很。大伯只当他在吹牛硬撑，还在劝他卖房。我正要说几句，手机忽然来了消息，是周助理发我的，他家里来客人，不方便打电话，给我发了一长串短信，说明了最近发生的事。原来当初我虽然说了别让冯天雄知道是我给他安排的工作，但周助理想着冯天雄总归是我亲戚，老板的亲戚不能得罪。他不仅给冯天雄安排了保安队长的位子，工作中也对他大开方便之门。公司员工见状，以为冯天雄的靠山就是周助理，于是处处让着他。正好过年，我家原本的保安和佣人都放假了，他被调过来负责安保事宜。没想到他居然胆大包天，借着职务之便，偷偷把我车库的劳斯莱斯开出去装逼。他家里那些依云矿泉水也是从我那里顺走的。总裁，碧玺庄园也是您名下的产业，我已经跟庄园负责人吴经理打了电话，到时候他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。我看着最后一条短信，挑眉，没想到冯天雄口中所说的庄园也是我名下的。这些年买的房产太多，我都不记得在老家还买了这栋庄园。抬头，前方出现一扇桐花大门，门口已经有人等着了。冯天雄一拍方向盘，庄园到了，下车吧。刚一下车，门口等着的人就迎了上来。你好，我是碧玺庄园的负责人吴经理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冯天雄已经握住了他的手。我知道，周助理跟我说了，走，进去吧。吴经理脸上闪过一丝茫然，随即了悟，连忙点头带人进去。我在后面看着这一幕，知道是吴经理把冯天雄错认成了周助理口中的我。看着亲戚们围着冯天雄讨好，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我倒要看看冯天雄今天要演什么好戏。我妈倒是对这里有些印象，她拉了我袖子，低声道：儿子啊，这地方是不是就是你之前说的买了要让我跟你爸住的别墅？我点头，是有这么回事，只是当时买了后，爸妈只看了眼照片，说是离市区太远，没有人味，就没过来住过。想到这里，我拍了拍我妈的手，你要是觉得这里不好，我到时候再给你们买个更好的。这句话不知怎么的被前面的冯天雄听到了，他回头讥讽道：冯其贤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吹牛了，也不怕被人拆穿，什么话都敢说。这庄园是你能买得起的吗？你自家的房子都要住不起卖了，还吹牛嫌弃我的庄园不好，要买更好的。有亲戚连忙附和，斜着眼呸了声，我看他就是嫉妒你，看你事业有成发达了，所以才眼红。对呀，冯其贤，你现在怎么这样了？读书读的心眼越来越小，越来越不要脸了。
听着众人对我的贬低，冯天雄得意地摆了摆手。赚钱了，难免惹人眼红，齐贤这样也正常。爸妈看不下去了，想要开口为我说话，我拦下他们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爸妈一向心软，总是给周围那些捧高踩低的亲戚留情面。我之前早就想让他们过去跟我住，他们却念旧，想着老家的亲戚不愿走。我劝了好几次才说动。这群亲戚一向眼皮子浅，我爸妈还没退休那会儿，没少找借口上门打秋风，各种占便宜，零零散散借了好几十万，到现在都还拖着没还。正好接着这次误会，让他们看清这群人嘴脸。饭桌上刚吃完，人还没散，冯天雄拿出一份购房合同丢我爸妈面前。我知道你们家急着用钱，我出这个价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看着上面写的30万，我爸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。原来冯天雄一家以为他们卖房是因为我工作出了问题，需要资金填补窟窿，所以才逼着我们低价卖房。他气得脸色通红。这些年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想趁火打劫。大伯撇嘴不屑道：风水轮流转，谁让你之前一直吹牛有个好儿子？我儿子现在可比你儿子出息多了。有亲戚已经上网搜了这家庄园，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。哎呦，这庄园可要2个多亿呢！冯天雄真是有钱啊！我看看，这不是那个宏伟集团的资产吗？我听说他们总裁就是姓冯，身价100亿的那个冯总裁是吧？没想到居然就是我们家冯天雄，这说出去多有面子啊！冯天雄已经被众人捧得找不到边，脚往桌子上一搭，趾高气扬。本来怕说出来吓着你们，现在你们自己发现了，我也不藏着了。表弟啊，你说我这么有钱，会看得上你那3瓜2枣吗？赶紧把合同签了，到时候我心情好了，给你安排个打杂的工作，好让你赚钱给父母养老。亲戚们已经被庄园迷晕了眼，彻底跪倒在冯天雄的财力之下，连忙跟着一起劝我爸签字。我大伯也跟着劝，我未来儿媳可是市长千金，是你得罪不起的人，老老实实把房子卖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一群人抓着我爸的手，强行要往合同上按，眼见着马上要成功了，大门忽然被推开，周助理跟在钟涵诺身后进屋，目光一扫，脸色一下子绷了起来。他喊人拉开了那群人，擦着额头上的汗，小跑到我面前：总裁，是我来晚了。钟涵诺双手一抱，冷笑道：听说我多了个男朋友，我倒想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。见来人对着我喊总裁，众人一下子愣住。什么总裁？冯其贤不是失业了吗？对呀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总裁在这边，是冯天雄啊。周助理没理那群人，只顾着把我爸扶到椅子上，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出什么差错。有人认出钟涵诺就是冯天雄手机屏幕上的女友，疑惑道：市长千金真的来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是单身？是冯天雄在骗我们？钟涵诺上前挽着我，大大方方道：这人确实是在骗你们，但我也不是单身，我的男朋友是冯其贤。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住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冯天雄这时候反倒不敢看钟涵诺了，只小声问周助理：周助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身边的吴经理也看不明白了，小声问道：周助理，您不是让我接总裁吗？不是这位吗？我淡淡打断了他的话，把酒叫第3排格子里牧童山庄的红酒拿1瓶出来吧，我爸喜欢喝这个。吴经理瞪大了眼，忍不住道：你怎么知道那瓶红酒在哪儿？
大伯一愣，恼羞成怒：“冯其贤，你在这儿装腔作势干什么？这是你家吗？你就开始使唤上了。还有这人上来就叫你总裁，你花了几个钱找的人啊？”大伯不认识周助理，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他看周助理叫我总裁，还以为这是我找来的演员，故意上门演戏来了。我还没说什么，钟涵诺冷笑：“怎么？我也是被冯其贤请过来演戏的。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市长千金，这下对我的身份也没了怀疑。”冯天雄有些慌，他喊了周助理几声，都没得到回应，连忙好声好气地跟人解释：“周助理，我不是故意动老板东西的，我就是想着大过年的，带家里人吃顿好的。”周助理冷冷瞥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要解释，直接去跟我老板解释不就行了？”他指了指我，嘲讽道：“他不是坐在那里吗？你自己去跟他说。”冯天雄顺着周助理的手看到了我，语气里仍然带着几分不可置信：“你说冯其贤，他怎么可能是总裁？他不是破产失业了吗？”周助理没好气道：“谁跟你说总裁破产了？”冯天雄涨红了脸，还是不肯相信。他家都要卖房子攒钱了，那不就是创业失败破产了？听到这话，周助理一时都不知道从哪里反驳。总裁给爸妈买了新房子，所以才要卖老房子。他身价100亿，缺这几个钱吗？冯天雄像是被人直接掐住了脖子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周助理沉了脸，伸出手来：“车钥匙还给我。”冯天雄，你私自开总裁的劳斯莱斯出来，还假装总裁的庄园是你的，这些事已经违反了职工合同。当初是总裁心善，看在表兄弟的份上，才暗中让我给你安排了工作。现在你被开除了，周围一直看热闹的亲戚们也明白过来了，原来我才是真总裁。冯天雄一直在吹牛，吴经理连忙上前跟我道歉，我看在他也是被蒙蔽的份上，摆摆手没说什么。或许是看我好说话，那群亲戚立刻凑了上来，转而讨好起我来。我就说，其贤小时候读书就厉害，长大了怎么可能会一事无成呢？对呀，我就觉得冯天雄哪儿都不对劲，现在一看，他果然是装的。其贤啊，什么时候来姑妈家坐坐？这么多年没见，姑妈也怪想你的。一群人把我围得密不透风，完全看不出之前对我的冷淡。我对他们变脸的速度叹为观止，给周助理递了个眼色，他连忙把我和爸妈从人群里带出来。抱歉，总裁还有事要处理，得先走了。他们见我冷淡，又想跟我爸妈攀交情，可之前那一幕早让我爸妈看清楚了这群人的嘴脸。俩人难得硬气起来，头也不回跟我出了门。周助理把我们送回家，安顿好了才离开。我给他转了一笔不菲的加班费，让他回去好好过年。刚回到家没多久，门铃又响了，我还以为是周助理有东西忘拿了，打开门一看，居然是冯天雄一家。冯天雄搓着手，满脸讨好：“表弟啊，用你的车和房子吹牛这事，是我干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你看，咱们都是亲戚，你给我整个小公司练练手呗。”我妈瞪大了眼，似乎是没想到冯天雄居然能这么不要脸，上一秒还仗势欺人，想要侵吞我们家房产，下一秒就能厚着脸皮求我给他一个公司。我大伯连忙顺着门缝挤了进来：“是啊，弟妹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自己家的产业给外人管，这多不放心啊！我们家冯天雄就是缺个锻炼的机会。我知道冯其贤现在是总裁，手底下大大小小公司10几家，你给冯天雄分一家吗？”他们这话说的理所应当，好像我不答应就是对不起他们。我还没说话，
钟涵诺已经不耐烦了，没给他们留面子，冷冷道：“想要公司，他有这个能力吗？但凡他真的有本事，也不至于当了好几年的保安没升职。”被钟涵诺戳破幻想，冯天雄又急又气，不敢对冯天雄发火，只好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冯其贤，你有本事了，开始装起来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分给我公司，以后可别后悔。”我不耐烦道：“再不出去，我打电话报警了。”大伯气得不行，但眼见着物业上门，也不敢闹事，只好灰溜溜带着家人走了。我跟爸妈商量了一下，直接让他们去庄园那边住，房子交给中介去卖。本来打算过完年就带爸妈离开，没想到网上忽然传出了一条跟我有关的视频。视频里，冯天雄对着镜头哭诉，说海市有名的身价100亿的总裁冯其贤是他表弟，说我不念旧情，他跟着我干了好几年，结果我因为他开了我的劳斯莱斯，就把人开除了。还说钟涵诺本来是喜欢他的，结果被我插足，横刀夺爱。说着还丢出来一些照片，都是钟涵诺来公司找我时被他偷拍的照片，还有钟涵诺微博发的自拍照。钟涵诺看着他胡编乱造，差点被气笑。我是瞎了吗？会看上这种人？我连忙安抚他，让他别为这种小事生气。但没想的是，我还没来决定处理，这条新闻就爆了，在一些大 V 的转发下爆了，不少人直接冲到我账号下骂我没良心，对家人也这么冷血无情，还骂我男小三，插足别人感情。我察觉出一丝不对，让周助理去查了下，这才知道原来对家公司见我发展得太好，于是私下联系了冯天雄，要和他联手给我造黑料，搞臭我。那些不少骂我的，都是对家公司请来的水军。冯天雄折腾出来的这些破事，确实对我造成了不小影响。看着因为舆论而下跌的股票，董事会专门来找我问话。与此同时，我那群亲戚也纷纷发了视频，指责我对家人的冷漠。他们之前各种讨好我，都被我关在门外，眼见着从我这里得不到好处，转头就和对家公司勾搭上来，各种编造出来的谣言一条接着一条，原本不相信的网友也动摇了。就算冯天雄说的是假的，他家这么多亲戚不可能都说谎吧？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，可见冯其贤平时为人有问题，才让身边这么多亲人看不惯。我听说冯天雄当时以为冯其贤资金困难要卖房，还准备买下房帮表弟一把呢。还有这事，冯其贤这也太过分了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兄弟们去网站写举报信，举报了他家公司。冯天雄见我成了众矢之的，得意洋洋打来电话：“表弟，我早跟你说了，把我惹急了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现在对家公司帮着我，你还要跟我斗吗？你要是现在肯把手底下公司分我一个，我可以考虑改口，跟大家说之前都是误会。对了，现在可不一样了，我要的不止这个价，你那辆劳斯莱斯不错，还有那个庄园，一起送我了吧？”我冷笑着按下录音键，丢给他一句话：“这么喜欢做梦，就给自己一棒子，我就算都扔水里，也不会分你一星半点。”冯天雄被我堵了句，咬牙切齿：“行，你可别后悔。”网上对我的指责沸反盈天，我爸上网时不小心看到，跟人争论了几句，就被气到高血压住院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，我彻底火了，也不想再给他们留什么面子。我关上病房门，打电话给周助理，让公关部过来开会。公关部还没开始动作，网上关于我的负面帖子就被删除了不少。冯天雄立刻开了直播，
表示我这是在封口，怕他说出对我不利的事。网民一向容易被煽动，又很容易逆反，见骂我的帖子没了，反而骂得更激烈。周助理面色为难，告诉我删帖都是对家水军在自导自演。我冷笑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开直播。我要开直播的消息一传出去，网上立刻沸腾，大家都想看看我要怎么狡辩。直播开始那天，一大群人涌入了我的直播间，咄咄逼人。冯天雄说，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你说开除就把他开除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挑眉，拿出当年的录音备份，当初他家里托我给他找工作，如果不是我，他现在只怕连保安都当不了。听到这话，潜伏在我直播间的冯天雄急了，连忙打字辩解，什么靠你？我能进公司都是靠我自己的本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试图狡辩，当初我爸让你帮忙给我安排个工作，你当时就拒绝了，现在的工作是我自己凭能力找到的。听到他还在吹牛，我嗤笑一声，在镜头面前展示了他的简历，还有公司入职标准。我们公司里就连保安也起码要大专的学历，而冯天雄不过是初中毕业，却能一进来就当保安队长，全是因为我在暗中照顾。我要是真的对家人冷血无情，怎么可能会留下他？弹幕骂声小了些，我又拿出几本相册。我和钟涵诺在大学时就在一起了，都是彼此初恋，哪来的插足的说法？看着各种合照，网友纷纷表示狗粮吃饱了，我就说不对，正常男女朋友怎么可能连合照都没有一张？是啊，很多照片都特别糊，一看就是站很远拍的，角度也不正常。冯天雄也太恶心了吧！不仅偷人家车和房子，假装是自己的，连人女朋友也要偷。我又拿出一堆聊天记录，这些都是那群亲戚过去问我家借钱的记录。我爸妈心善，连借条都没让他们打，直接就转账了。看到那些借钱记录，弹幕也发现自己被骗了，转而开始骂那群亲戚撒谎。我乘势放出了那天劳斯莱斯里的录音，随着那天对话在直播间响起，弹幕言辞也愈发激烈。大家没想到冯天雄口中的借表弟车开了一下，真相原来是这样。听到他以为我家缺钱，趁火打劫逼着我们低价卖房子时，网友们彻底看明白了冯天雄的为人。就这种人，只是开除也太便宜他了。什么是恩将仇报？这才是恩将仇报啊！这也太能吹牛了吧！偷偷把别人车开出去装自己的，被抓住，这不是活该吗？对不起，我之前被冯天雄骗了，我真以为他是苦主，没想到这是狗咬吕洞宾。随着我放出冯天雄打电话要公司的录音，群情激愤，冯天雄立刻被骂上了热搜。人怎么能贪心到这种地步？难怪之前帮忙找工作的时候要瞒着冯天雄。这种人要是知道亲戚发达了，肯定会爬上来吸血。脸皮好厚，人家看在亲戚面子上不追究就算了，他居然还得寸进尺，想要公司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算敲诈勒索吧？冯其贤都可以去告他了。眼看舆论反转，我这次也不准备留情面了。事实证明，当我给这些人面子，只会让他们觉得我好欺负，从而变本加厉作妖。我找来律师，一边安排他们按照聊天记录去追债，一边向冯天雄提起诉讼。我劳斯莱斯被烟头烫出了个洞，光修车就要好几十万。还有网上对我的污蔑，诸如此类，冯天雄要赔的钱可不少。对家公司的暗中操作被曝光，面对记者质问，
只能抱头鼠窜，股价也受影响跌了不少。就在我松了口气的时候，医院打来电话，说是我爸被闯入的冯天雄揍了一顿，刚送进 ICU。我匆匆赶到医院，看到的就是被按在地上的冯天雄，他红着眼挣扎，看我来了，狠狠吐了口吐沫。都是你们逼我的，我就想要个公司，你们非但不给，反而想把我告上法庭。我就给车座烫了个洞，你居然要我赔几十万，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罪名？我爸妈都要被逼着去卖房了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我冷冷看着他，讥讽道：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我发现你偷偷用我的资产装逼后，也只是开除了你，我有向你追责吗？可你非但不感恩我的手下留情，居然还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想要从我这里拿更多。我摇摇头，看着狼狈不堪的冯天雄，害你的人是我吗？是你自己的贪心。冯天雄脸色的血色消了下去，这时候才冷静下来。他看着按住他的警察，还有地上的血迹，这才意识到自己都干了什么，当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起来。表弟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次你就放了我吧，我们可是亲人啊，你可是身价100亿的总裁，从手里漏一点给我，就能让我不吃不喝一辈子，所以我才动了心思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别送我进去，我还有父母要养老。我看着冯天雄终于开始后怕，嘲讽地笑笑，现在你知道我们都是亲人了。当初你误以为我破产，想逼着我爸妈30万卖房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这点了？你说我手里漏一点就足够你吃穿不愁，可我凭什么要白给你钱花？我给你找了个清闲有钱的工作还不够？冯天雄，方才你还伤了我爸，现在怎么好意思说出一家人这3个字的？被我一连串反问逼到无话可说，冯天雄只好苍白着脸看向我妈。婶，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吧。我妈上前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怒声道：你叔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刚才你动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是你家人？大伯一家站在旁边，看着地上的血污，连劝解的话都不好意思说出口，抹着眼泪目送冯天雄被押上了警车。这件事之后，我连忙加强了医院的安保，怕还有头脑不清醒的来找事。好在我爸伤得不重，在 ICU 躺了几天伤就好得差不多了。这个牌子我家里刚好也买了，我嫌口感差，没喝2瓶丢车库了。我爸拍着我的手感慨道：现在我算是看清这群亲朋好友的嘴脸了，生米恩斗米仇啊。我叹了口气，安慰他，都过去了。那群亲戚还想找我扯皮，想打感情牌，把借我家的钱赖掉。你又不缺这几万，干嘛这么小气？我对他们的嘴脸见怪不怪，只让律师发去了法院传票。见我动真格，他们也不敢再打嘴仗，老老实实还了钱，加起来也就大几十万。他们有一点说的没错，我如今确实不缺这点钱。钟涵诺知道后，建议我把钱都捐给福利院，给真正需要钱的人。这主意不错，我立刻答应了下来。看着我宁愿做慈善，也不愿意把钱给他们，那群亲戚脸都要绿了。父亲养好伤后，我带着家人去看为他们在三亚买的海景房。飞机落地那天，冯天雄的判决书刚好出来，诽谤罪和故意伤人罪累加，一下子判了15年。这次大伯在门口磕头求了1晚，我爸也没松口答应和解。晚上他给自己倒了杯酒，摇头感慨，都是贪心害人啊。我给冯天雄开的工资不低，他要是老老实实做事，也能把日子过好。可惜人不能贪心，一贪心只怕连自己本来有的都会失去。
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